你能应下，我很意外。古瑶道，潜台词，谁给你的自信上来找死的？萧炎看了看古瑶，没有答话。古瑶自顾自地又道，你应该知道我为何寻上你。我知道，但是没用。萧炎抬眸盯着古瑶，缓缓道。古瑶微微点头，表示对这个答案并不意外。随后轻声道，既然如此，那便只能将你杀了。最后一个字音一落下，说动手就动手的古瑶就不见了踪迹。古瑶身形消失的那一刹，萧炎的脸庞就彻底的被凝重所取代。他明白此次的对手几乎是比魂殿的9天尊更强，稍有怠慢便是最凄惨的结局。但是我从加玛帝国走出10年时间，闯荡大陆，御敌无数，生死之间徘徊了不知道多少回，我所付出的远比你这种天才多出无数倍。斗帝血脉我不稀罕，但想要杀我，你也得要有付出血般代价的准备。萧炎一边将体内斗气毫无保留地释放，一边将那充斥着无穷坚毅的冷喝之声爆喝而出。几乎是萧炎喝声落下的一瞬间，萧炎的右拳就带着强悍的劲气狠狠地轰向面前的那片虚无空间。然而就在其即将轰中之时，一道修长的手掌却是突然自虚无空间中探出，然后快若闪电般地拍在萧炎的右拳之上。两者相触的一瞬间，一道道裂缝就自两人脚下飞速地蔓延而出，强悍的劲气席卷开来，直接就将场中的一切碎石震成了烟粉。场中的3位古族长老一看这情况，直接就结印将这片广场隔离了起来。二人的初次交手以萧炎略吃小亏告终，以5星斗尊的实力与8星层次的古妖对抗，还是有些吃力呀。萧炎看了看右拳上新鲜出炉的5道爪痕，暗自感叹道，古妖并不想给萧炎留下丝毫的喘息机会，开山印、翻海印轮番上阵。萧炎也不再藏拙，以极快的速度完成天火3玄变的3变后，先是一记6合游身尺，再是一记焰分噬浪尺，接连应对。古妖讽刺萧炎使出的这等威力的斗技不过是雕虫小技，看着声势浩大，实则威力不足，又有何用？旋即就是一记玄冰手臂猛然轰出，准备破掉萧炎的火焰匹链。不曾想火焰匹链被轰裂之时，一枚急速旋转的3色火镰便冲着古妖的面门爆射而来。就在古妖从这火镰之中察觉到那一丝细微的毁灭气息时，3色火镰就在萧炎的控制下爆开了。可怕的火焰风暴肆虐之后，广场的地面直接出现了一个100丈庞大的巨坑。场外的众人都在感叹于萧炎的狡猾之时，场内的萧炎却是很明白，3色火镰虽强，但古妖也不是吃素的。砰的一声响后，一携带着极寒气息的人影自火焰之中走出。在那滔天的斗气咆哮天际之时，一道冰冷彻骨的喝声也是随之在天地间炸响开来。你经历诸多苦难，那又怎么样？我身负斗帝血脉，所修尽是古族真传，等级更是远胜于你，而你一个衰败的萧族之子，有何资格与我争斗？这冷喝声落下之时，那席卷天地的火焰风暴在砰的一声中直接被清场。身着厚实的玄冰铠甲彻底出现在众人视野的那一刻，古妖脚踏虚空，手掌一挥，一柄通体晶莹的长枪就自其手中显现。长枪如同玄冰所铸，寒光流溢。古妖一记万兽枪法就朝着萧炎攻去，那强烈的杀伐之意化为凌厉的劲风，无孔不入地对着萧炎的周身要害招呼过去。萧炎手中重尺急速挥舞，将绝大部分的劲风都硬生生地接了下来。但伴随着枪尺的每一次接触，萧炎双脚所立之处便是会崩裂出道道足有将近半米深的痕迹，甚至连其脚掌都是逐渐的陷入了地底。萧炎这固若金汤般的防御让古妖很是不耐，他就不信打不破这龟壳。手中枪法猛然一变，就见那冰晶长枪之上一只凶兽幻影陡然出现。感受着那攻击角度极度刁钻的凶兽幻影，萧炎极其冷静地利用灵魂之力看破了那隐藏在凶兽幻影之中的真正杀招，并做出了防御。场外不明所以的人看到萧炎将重尺劈向完全空荡之处时，都以为萧炎是被吓破了胆，慌了呀。直到叮的一声响起，火光四溅，萧炎真的将那直指喉咙的杀招挡住。古妖见杀招被挡，有所诧异，旋即一声冷哼，手掌狠狠地拍在长枪之上。
冰晶长枪便是如同陀螺一般的猛然间高速旋转而起，直接就将萧炎手中的重尺给挑飞了。看着是萧炎又落了下乘，但了解萧炎的人都知道，离开重尺的萧炎才是最强状态。面对古妖冲着胸膛来的9阴白骨爪，萧炎其实是有能力躲开的，但是他想试一试自己的新装备。于是当古妖凌厉爪锋落在萧炎胸膛上时，萧炎的衣衫就离他而去啦。然后众多清脆的金铁之声随之响起，此刻萧炎的身体之上已经被一种紫金色的鳞片所充斥，古妖的攻击则是被这些鳞甲给尽数抵挡了下来。场中识货一点的强者都看出来了，这是太虚古龙一族的龙鳞一。只是这龙鳞一什么时候强到这种地步了，竟然可以硬扛8星斗尊的攻击？除了场中的几个老怪物，怕是没人能够知道萧炎所施展的龙鳞一乃是太虚古龙之中防御最为强悍的古黄龙甲。此时的萧炎其实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轻松，龙皇骨甲虽抵御了大部分攻击，但那透入体内的劲气却是依旧让得他气血翻涌。喉间传出一道闷响的同时，萧炎终于是等到了合适的攻击节点，一旦发起攻击就总有力竭的时候，哪怕只有短短的一瞬，萧炎等的就是这一瞬。趁着古妖还身在半空，萧炎脚掌猛地一跺地面，就放出了他最适合突袭的招式大地钢炎。只见古妖身下的那一块地面猛然喷出一道足有10丈庞大的炽热岩浆，旋即快若闪电般的轰击在古妖的身体之上，古妖直接就飞上天了。还没反应过来稳住身形呢，萧炎的下一道火焰喷泉就到了。连续2次之后，古妖怒了，当然也是有着一些羞愤在的。只见受不了的古妖一声冷喝，随后双掌猛地对着下方一按，一道庞大的寒冰劲气陡然涌现，旋即以一种泰山压顶之势猛轰而下，那些个岩浆柱直接就爆开了。战斗到了这种时候，双方的斗气都消耗了不少，为了保持状态，萧炎直接运转起了天阶功法，强行吸纳周身能量。古妖见此情况，就是一声冷笑道：还真以为就你拥有天阶功法不成？看我的古圣宝剑吞天纳地！场外灵朽等人见到萧炎竟然将古妖逼得连那古圣宝剑都使了出来，眼中透露着难以置信。场中古妖身悬高空，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萧炎，冷喝道：萧炎，接下来便见识见识何为真正的古族天阶斗技。听到这话的萧炎没有答话，而是加快了手中的动作。只见萧炎手印一变，滔天的异火就自其体内暴涌而出，旋即4种异火分化而开，急速凝聚，隐隐间有着兽形之状。见到这一幕的天火尊者怎么认不出这是他传授给萧炎的5轮离火法？要知道，即便是巅峰时期的天火尊者，也未曾真正的将这5轮离火法的威力彻底展开，只因其对异火的要求实在太过苛刻。但是今日这足以与天阶斗技媲美的异火大阵，终于是要彻底爆发出属于他的光彩了。天阶对上天阶，将会迸发出怎样的精彩呢？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了。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